天气越来越热，家里的蚊子越来越多。奶奶教我，只需要一个口罩就可以轻松解决，让蚊子远离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夏天到了，蚊子也随之而来。它们常常在人们最放松的时刻，悄无声息地出现，留下红红的痕迹。您是否也为这些烦人的小生物而烦恼？别担心，今天我为您介绍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土方法，让您晚上开窗也能安稳入睡。这边我们准备一只口罩，用完的口罩也可以用剪刀把口罩的一头给剪开。一个正常的口罩呢，它分为3层，外面的2层无纺布具有很好的透气性，而中间的这一层颜色比较白的这一层无纺布，它具有很好的过滤性。这里呢，我们用不到它，可以先将其撕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它向外翻出来，翻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一个小口袋啦，先放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头大蒜，掰一两半下来，用刀拍一拍，这样蒜瓣的味道可以更强烈的释放出来，效果更佳。然后将其放入口罩中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点这种干艾叶。艾草这种我们常见的绿色植物，拥有独特的香味。这种香味对于蚊子来说，就如同天然的驱逐剂，让它们敬而远之。干艾叶对于我们来说散发出香味，但对于蚊子来说却是一种刺鼻的气味。这样一把就够了，一同放入口罩中。当然，仅仅干艾叶呢是不够的，我们可以准备一瓶风油精，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，几乎家家户户呢都会备有一瓶。它的作用不需要说太多，我们将风油精滴在艾叶草上，尽可能的多滴，然后呢让口罩吸收风油精的气味，然后我们把口罩的胶条取下来，给口罩封口。这样用一个口罩做成的驱蚊包就完成了，不要低估它，它的功能一点都不简单哦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包呢挂在窗户上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家里的蚊子越来越多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蚊子会嗡嗡叫，很烦。但并不是每个家庭呢都有蚊香，而且长期使用蚊香呢可能会导致闷闷的感觉或头痛，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，更不适合用含有化学物质的产品。拿这个驱蚊包挂在门窗上。由于大蒜、艾叶、风油精等都是气味浓郁的物品，蚊子就不敢飞进来了。因为大多数蚊子呢都是从室外飞进来的，所以呢这是第一道防线。做好这一步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您都会发现蚊子突然少了，烦人的嗡嗡声呢不再被听到。尤其是夏天，尤其是农村，喜欢晚饭后散步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带上这个口罩做的风油精艾草包，效果很好。或者呢，我们也可以将其放在床头、枕头边上，找个地方挂起来都行。如今生活中还有一些人由于生活压力以及个人的身体缘故，导致自己容易失眠，常常得不到好的睡眠状态，十分闹心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艾草呢是有一股特殊的艾草香味的。我们用这个艾草制作好的香包，在睡觉时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味，还能起到一个安神的作用。艾草虽然是一种野生的植物，但是它的药用性非常的强，还被称为万能草呢。将其放在床头，能够营造出一种非常好的氛围，让人们的睡眠质量呢有所提高。不仅驱了蚊，还有助于睡眠，是不是一举两得呢？除了这个驱蚊包，我们还可以制作驱蚊陷阱哦，有趣还实用。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再加入些许白糖，跟着加入一点洗衣粉，然后倒入清水，将其搅拌溶解开。
这样一款驱蚊溶液呢就制作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封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液体洒落出来。可以用橡皮筋固定住。然后我们需要在保鲜膜表面呢开一个小口，这样这个陷阱才成立。好了，驱蚊陷阱制作完成，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啦。大多数朋友家里呢都喜欢种绿植，喜欢把花草堆放在一起养，一盆挨着一盆，很养眼。同时，在这样花草比较密集的情况下，也容易招蚊子。蚊虫只要有机会溜进来，就会藏在花草中间，想灭都灭不掉。花草越是堆放密集，就会越招蚊子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将驱蚊液呢放在花草的夹缝处，它就可以有效的驱蚊了。白糖加小苏打混合的球状液体的味道和人体的味道呢一样吸引蚊子，所以呢吸引蚊子。蚊子进入容器内，由于容器设计的原因，蚊子飞进去之后呢，它很难再往外飞。又因为液体很粘稠，蚊子一不小心碰到，瞬间呢就会被粘住，类似于我们平时用的贴苍蝇的胶贴。而洗衣粉呢却能彻底消灭蚊虫，利用这个原理就能够消灭蚊虫啦。所以酷爱养花的朋友呢就放心大胆的去种吧。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进卫生间内。您是不是发现卫生间蚊子最多？因为你家里厕所的积水太丰富了，而蚊子正好喜欢积水，积水越多，母蚊子产卵也就越多。另外也与厕所的光亮度有关，在黑暗里，红外线干扰源比较小，更有利于蚊子通过红外线寻找食物。一到夏天更是恣意妄为，就算每天打扫也除不尽，到了第二天依然四处飞。那么我们不妨用这个陷阱试试，让蚊子无处可寻。毕竟卫生间空间狭小，也实在不适合化学气味浓重的驱蚊物品，闻多了多少有一些不适。那么不妨用它试试吧。除了使用自然物品驱蚊外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呢也很重要。晚上尽量避免使用强光照明，强光呢会吸引蚊子。保持室内清洁，减少蚊子滋生的环境。蚊子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烦恼，只要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方法，就能轻松应对。艾草作为一种天然的驱蚊剂，既环保又健康，值得一试。希望这些小妙招能帮助你度过一个宁静舒适的夏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加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